我师傅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，我不知道。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傅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！好雀剑。我能见到萧氏的传国剑法列国吗？怕是不会了。练国剑法他练得不好，我自己倒有一套剑法叫天下第二，是我当年自创的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我自称第二，谁人敢称第一呢？不过这一套剑法他也学不会，一怒之下回去自己创套天下第三。没错，天下第三。所谓天下剑法，学堂李先生之后便是我，所以剑名天下第三。你叫天下第三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。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。你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施剑诀者，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，凭一己之力创下白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
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！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，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芳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鸡长生。什么鸡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狗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鸡虎蟹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。身份特殊，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，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
弟子怎么觉得死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啊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，那希望这一回，师傅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百里东君，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。背我啊！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肌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啊！哎呦！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，师傅。怎么？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0000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
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之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姬若风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功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。你师父那样的人，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两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啊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说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。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。南宫春水。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？没错，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雪月风花。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
你师傅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又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傅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啊，羞死个人！哎呦，天哪！是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傅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，那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？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，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，多少钱啊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蠢笨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徒儿，你还记得上路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哪句？看好我出的每一剑，除了最后一剑，不然功亏一篑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。我的傻徒儿。料峭凌波来，舟上欲生烟。羽生魔，你还是来了。春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，
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。只为美人折腰。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啦？漂亮，真是漂亮。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羽生魔，这一面我们不该见。啰嗦。师傅，那你说羽生魔是那燕灵霞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2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南郡第1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，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燕灵霞去复仇。
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死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师父！车水兄，在看什么？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玉，坐。吾徒长风，为师要往唐门一去，你可来此寻我？唐门？这个罗冰神虽然脾气火爆，其实人还挺好的。临走前还给了我一壶他亲手酿的酒，味道如何呀？很糙，但是烈，能感受到他心中的豪情。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挺重感情，就是有时候不善于表达，要不然也不可能错过那个小蛮丫头。小蛮丫头？可是那个玉佩的主人是。后来嫁给了剑心种的李素王，再后来就有了个女娃娃啊，你知道的，李新月。二师兄的丈母娘，那也不小了呀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模样，还好意思叫人丫头？一直都是个丫头，死的时候也才25，正是丫头的年纪。死了？
罗胜一直把他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但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后来他就隐姓埋名来到了这个小镇上，发誓再也不踏入江湖半步。哎，原来罗宾神是给自己设了个牢笼，把自己关起来了呀。谁不是呢？于我而言，这牢笼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不生不死，不毁不灭。哎呀，说起来也有趣，但是吧，有时候又觉得无趣。智水兄，有点嚣张。哼。哎呀，温不平啊，温不平！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一步一步又稳又平。我在马车里都快睡着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快一点吗？可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咱们温家不同于其他门派，若是其他门派先到了，他们自会尽地主之谊，好生招待；若我们温家先到了，他提防我们，我们提防他们。放心吧，我算好时间了，最后一刻赶到才是刚刚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做事情就是太谨慎。你狂放，我平和，咱们温家才能越来越好啊！哈哈哈哈。哎呦，又怎么了嘛？怎么索性连走都不走了？你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吗？找到小公子了，但是没有看到李先生。小公子正和2位年轻公子，还有1位年轻女子同行。1位年轻女……哎，李先生不在，那他们要去哪儿啊？看方向似乎也是锦城。唐门？他们也要去唐门？我有个不好的猜想，是不是东君和李先生走散之后被那3人劫持？哎，我先行一步，你自己慢慢赶车吧。去。哎，东君，这位春水兄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可以理解成我是李长生的转世。人能不能转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不可能一转世直接就是这么大一个人。不过你这说话唬人的样子，倒还真像。不错，允哥，他就是李先生。什么？你我2人还有机会成为师徒呢。是啊，那天晚上有变故，不如今日拜师也不错。我去天启城参加学堂大考，不过是想看一下我师父的一生之敌究竟是何模样，倒也不曾想过真的拜入先生座下，而如今更是不可能喽。在教导徒弟这件事上，你师父或许比我更强。唉，我忽然有一个感慨。什么？江湖啊，原本是死的，有了我们这些江湖人的故事，才是活过来的江湖啊！干！干！师傅，不好！小百里，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？舅舅，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温家，温壶酒，百里东君。拜帖。我没有拜帖，拜帖在我朋友身上，他被人掳进唐门了。荒谬！事实如此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召集找人。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我进去；二，用这个讲道理放我进去。白痴！
他的拳头竟和刀剑一般硬。我不打无名之鬼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唐门唐连月，记下学堂，百里东军。你打什么打？还有你打什么打？温先生，擅闯唐门者杀，这是规矩。我有磁铁，这是我外甥，哪来叫擅闯呀？既然有磁铁，就随我去别院安顿吧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，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。你让我回去休息，是何意呀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，我之后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凌月呢，是唐门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你又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李先生跟唐老太爷又是平辈，你们不如交个朋友，握个手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啊！如果是唐门弟子，李先生又如何？没必要。没兴趣。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给我和外甥弄个房间。你，舅舅，我的那位朋友，明天就是试毒大会，你的朋友呢，在这个时候被抓，此事肯定和试毒大会有关。先进去再说。试毒大会将于明日正午时分举行。你的朋友若有消息，我会派人来此通报。记住，不要在我们随意乱走动。这里不错呀，舅舅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刚才便想问你，你不是跟李先生在一起吗？人呢？还有，被掳走的那个人又是谁呀？被掳走的那个人，他是我师父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我本想着试毒大会结束之后再去跟我师父会合。那他武功如何？目前应该大概和我差不多。那掳走你朋友的那个人境界肯定也不一般。放心吧，没有人呢敢在唐门随便杀人，你朋友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或许啊，明日的试毒大会会有答案的。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已经将师傅的信物交给了秀水山庄在锦城的据点，不知百里师叔他们现下如何。左右也没了什么事儿，也该去见见他了。哎，跟着我呀，跟着我呀啊，一定赢！跟着我呀，一定赢！你们不信我吗？你们能不信我吗？你们跟着我呀就完了。诸位，可都买定离手了？嘿嘿，姑娘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间赌坊是我的吧？你怎么都反客为主了呢？穆馆主，抱歉，我这习惯了。您可看好牌了？嘿嘿，姑娘，我看这回你还赢得了我吗？穆馆主可听过一句话？人定胜天。自然听过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句话都是骗人的。天就是天，塌下来了，不管个高个矮的，都得死。双天，承让！方才
他之所以那样对你说话，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赌方已经要输给他了。月瑶妹妹，乐霞姐姐，穆馆主，啊，今日就先赢你这些，账可都给我记好了，改日再战。各位先玩啊！这次来锦城替我师父办些事，一入城便听闻有一位奇女子在赌坊中大杀四方，我一猜就是你，就赶紧来找你了。师父，可是你信中说的那位天下第一美公子？没错，我假借阿姐的身份拜了他为师，若有机会，希望他也能收阿姐为徒。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，有意思，有机会我定要见见，看看是他美，还是我妹妹美。阿姐，不打趣你了，来，快与我说一说，你在天启城都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？哎，拜帖呢？张秀华，进吧。来，师兄，走。拜帖，走吧，来这边。好，拜帖呢？好，进吧。这些装好。今日若是见不到我，你的药就吃没了，你就会死在这里。你担不担心？那又怎么样？死在江湖上也总比死在药谷里强吧？哟，去了趟天启城，还没抹去你的锐气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原来遇到那么多事儿啊。不过我就一个问题。阿姐想问什么问题？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今日若还找不到你的朋友，我便替你去亲自拜访唐老太爷。多谢舅舅。那里在做什么？试毒大会。那就是试毒大会，你不过去？哎，外面的试毒大会呢，都是给那些普通的赌门办的，看似热闹，其实徒有其表。真正的试毒大会，从来都是在老太爷的梧桐院里，而能参与其中的，只有我们5大毒门。那么点人，那不成试毒小会了吗？对哦，就是试毒小会。这边请。走。喏，台上那个穿的黑不溜秋的，就是唐灵皇，如今是唐门的对外掌事者。据说呀，不管是用毒还是暗器，他均为唐门第一。这一次，我也是生了与他一决高下的心思来的。剩下的呢，都是我们5大毒门的高手了。这边是毒神教，那边是云窟派，还有不死宗。这么小六的姐姐也来了，失策呀！那其他几位是5毒门。这些用毒的门派可真够凶残的呀，名字里不是带毒就是带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很吓人一样。那可不，还是我们好，我们和善。温家，温文尔雅的温。好了，不提他们了。总之啊，他们都没有你舅舅我厉害。小百里，不平舅舅，还真是来得巧啊！不早一步，不晚一刻。哎呀，你又不是用毒的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语毒本就相生，我虽不用毒，但是不代表我不懂毒啊。
你要是看不习惯，就别在这待着。懒得跟你犟，说不过我吧？切！老药王，你等等我呀！长风，东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在这江湖之中，毒术被蔑称为鬼道的一种，不被这世俗所承认。而我们唐门也因毒案双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江湖中人所待见。但现如今再提起唐门，敢问天下英雄，又有谁敢不服？说的对，没错。鬼道明道本就是刻板成见，毒能杀人，亦能救人。今日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以期诸位能够尽情的交流毒道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就是江湖人对我的偏见，像不像江湖上那些骗人的组织啊？号召大家入会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没想到温前辈还有这样的一面。舅舅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像是妒忌？我们温家向来不爱出风头，天生你这个舅舅不同，就爱同人争个高低。这次唐门主导举办这次试毒大会，邀天下毒道，摆出执牛耳之势，你这个舅舅自然是不服。上药人，这就是我唐门的药人，他本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被我门中擒得。经过我们多年的锤炼，如今已是百毒不侵。这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，谁若能毒倒此人，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，称独门之首。嚯哟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等等，别着急着上，我们可是用毒第一的温家，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？哼，你说的对，温家就是普大，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既然诸位都不请，那便我先请了。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是身材真好，娇艳欲滴。此乃淬满了剧毒的毒刃，毒名勾吻。此毒世上无人能解，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。你舅舅，他在看我。一眼看众生，狗妹。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。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，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。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洋大盗还会佛门的功法。不能碰他！别碰！谁的呀？哎，小白李，你难道不知道他？不知道什么？不会是书上说的那种碰到女子就要娶她的桥段吧？啊！你想得美！秀儿，回来！等等，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脸惊恐啊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，
看你还敢不喜欢我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舅舅，你要是看了他，就真的娶她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撤！好。秀儿，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，就是日子短点儿。为何日子短啊？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。多嘴。哎，我叫温壶酒，我来会会你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。先用一记醉梦往生卸去他一身内劲，再用一记芳华刹那见血封喉，最后再补上一记毒杀掌。这要是都不玩完，那就真的是大罗金仙喽。现在的毒名都起得这么风雅吗？当年我们3个，一人制毒，一人用毒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取毒名，配合默契。温门无敌。舅舅，这还有一个人，说的是谁啊？娘呗。不平舅舅，你怎么骂人啊？百里东君。呸！我嘴贱。哦，好毒啊！怎么样啊？温家真的好毒啊！这个声音，唐明皇，你敢说你们唐门用江洋大盗炼的药人？唐门好大的威风，找来一个会说话的金身罗汉。百里东君，你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洋大盗。是啊。对呀。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一口气上到了15层。不过，这从15层开始便是守阁长老了呀。哼！奇怪，难不成是他们怕了？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嗯。哎，这层怎么有2个人啊？只许2小儿一同登阁，不许2个老家伙一同守阁。登天阁第15层守阁人骆风中。登天阁16层守阁人骆念瑟。既然你们2个一起上，那我们也就一起上。克制，克制一点。再克制，雪月城的脸面都丢了。你说的也对呀，这师傅就算了，你说这徒弟接二连三的挑衅，确实不该忍啊。哎，2位老英雄成名多年，不会以大欺小吧？小兄弟，你混江湖多久了？回前辈，有些年头了。
你既然说我跟这位好友成名已久，那你可知我二人的名头啊？糟了，刚才一时口快，江湖上并没有听过他俩的名字呀。司空长风，怎么了？麻烦了，这两位是隐姓埋名在此，用的是假名。反应过来了。你们纵使在外宣扬我们如何欺负于你，但是有谁知道我们俩是谁呢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哎，既然来了总要打，废话就别说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给他们一个说句话的机会。哼，架是一定要打的，但可不可以不打脸啊？可以啊。不是说好不打脸吗？临危不惧，大好儿郎啊！有多好？怕我吗？不怕，有本事打死我！怕不怕？不怕，不怕。司空长风，怕，是不是说怕就可以不打了？不可以！别急，这里有我。别问，我怕。可不可以让我带他休息一会儿？这个风中的功夫啊，太狠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只用一根手指。一根手指？嘿，我信你个鬼！已经很难得了。看你们这也不行啊，要不把你们师傅叫出来帮帮忙？方才进去的就是我们师傅。这位兄台，麻烦帮我给他传句话。他叫南宫春水。别闹了，师傅他根本就不会来帮我们的。让他来看我们笑话还差不多。不是的，是我要告诉他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里面那个叫南宫春水的，给我听着！我的这两个徒弟啊，终究还是，你给我等着！百里东君啊，百里东君，罢了，就让他们被打死吧。被那两位这么折磨，可真的会死的。这两人既然敢这么嚣张，就说明离死还远。哎，不如我也回一句，就说你不是自诩读书人吗？读书人嘛，就是要打嘴仗。我来句文雅一点的，不如之后就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啊！昨晚我就不该叫他，这糟老头子！
哎，不打，再打就要被打死了。从今日起，往后7日，每日卯初来洞月湖找我。多谢前辈。哎，对了，前辈，你饿了吗？你这剑用在这儿，倒是比白日里用的更有几分灵性。啊，前辈这是骂我呢。你很奇怪，你师父命丧我手，按说你应当是恨我的，就算有求于我，也只当是场交易罢了。可你如今面对我，却并无任何敌意。师父找前辈一战，所求为何？求的是尽兴，求的是极致。前辈竭尽全力，便是师父心中所想。况且师父也曾交代于我，不要视前辈为仇人。这般说容易，这般做却很难。你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我不明事理，我只是理解师父，理解他心中所求。接下来的每一日都要如此。我定当每一日都尽心练剑。烤鸡也要如此。既然是洞月湖边，不如明天烤鱼吧。公子师父心丧，所爱之人将嫁人妇，不恨吗？你是谁？我知公子想要变强，我呢，正好有一门武功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我说，你是谁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我叫月清。不太认得，没有兴趣。怎么就不感兴趣了？你师父跟李长生斗了一辈子，你难道不想完成他的夙愿，打败他的徒弟百里东君啊？你知道百里东君？你和尹落霞长相相似，你们是姐妹。怎么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便把主意打在我头上了？不必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别再跟着我，不然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
你们的朋友来看你们了。尹师之，你怎么来了？幸亏你不用打，那几个老家伙太不是人了。我来给你们送些伤药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，若是你们打不过登天阁16层，就让你们滚。而且以后也别叫他师傅了。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那就打呗。疼。那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你笑了？哎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哎，你说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？哼，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啊，你走什么啊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！哎。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哎，有什么事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睡陪君子了。哎，司空长风，说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聊过彼此的过往呢。你可还记得我的自白？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为司空。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你叫司空长风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生。提着一杆枪，骑着一匹马，游荡在这世间，最后啊，醉死在一间寺庙前头。去也空空。这也是我的前半生，来也空空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失了忆。我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呢，是从一间破庙中醒来。当时啊，我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的，于是便摸爬着走上了街去。可是身上呢，一个同伴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别人吃东西，干瞪眼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少年，他给了我一张饼。他问我叫什么，
我说不知道，于是他便让我跟着他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，只记得那少年呀跟我一般高，他说自己13岁，于是我也便当自己是13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叫司空长风。别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显得我怪可怜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惨的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呀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习武，喜欢酿酒，然后就拜了酿酒术天下第一的古尘师傅。后来，古尘师傅死了，将西楚剑歌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习武，随后就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李先生为师。你这是在炫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只是真的这么顺遂？是啊，现在我好像唯一没有实现的，就是娶仙子姐姐过门了。可是……我现在怎么了？啊！你不会是喜欢上尹世之了吧？司空长风，我不是那种轻易会变心的人，只是他们两个的眼睛长得太像了。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是真的太像了，像到我有时候看尹世之眼睛的时候，会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初见他的那一晚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是尹世之，而不是你那仙子姐姐的替身啊？你别乱说话。什么替身啊？才不是替身呢！这要被听到，可又要被误会了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又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怎么可能不行？我做梦都想。还有不久，她就要穿上红妆嫁给别人了。东君，我要抢的人是你师兄未来的嫂嫂，到时候你会对我拔剑相向吗？